王一博泡面头直播杀疯背后，当顶流开始拉他，我们为什么反而被狠狠治愈了？说实话，当王一博顶着那一头泡面头出现在探索新境2直播间的时候，我正准备像往常一样，用审视内娱明星营业的眼光去挑刺。但没想到，这场直播不仅没让人挑出毛病，反而以一种近乎失控的真实感，直接杀疯了热搜。那一头微微蓬松，带着点自然凌乱感的卷发，因为发尾悄悄变长，被眼尖的网友一眼捕捉，瞬间让人联想到了蜡笔小新的同款发型，既好笑又莫名的贴脸。原本计划只有90分钟的直播，硬生生因为他这种毫无防备的松弛状态，延长了整整1.5个小时。看着他喝水时不自觉地嘟起嘴，神情松弛的像一只刚睡醒的小仓鼠，我忍不住在屏幕前笑出了声。我的第一感受是，在这个连头发丝都要计算好弧度的内娱，这种偶像包袱碎了一地的瞬间，反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它不再是一个被供在神坛上的完美符号，而是一个活生生会犯困、会发呆的人，更觉得是直播里的几个小细节。当老板杜华在一旁发言时，王一博没有像其他艺人那样端正坐好，频频点头，而是偷偷在旁边抠手。这个极其微小，甚至有点不专业的动作，被网友精准捕捉，迅速二创成了老板讲话我抠手的表情包，在各大社交平台疯狂传播。你想想看，这画面是不是太熟悉了？看到这里，我其实挺感慨的。这哪里是明星在直播啊，这分明就是无数个在周一早会上，在老板长篇大论时，表面乖巧，内心疯狂走神的我们。这种跨越了身份和阶层的职场打工人共鸣，才是这个表情包能病毒式传播的核心。它剥离了明星的光环，让我们看到，原来在面临权威发言时，顶流和普通人一样，都会下意识地用抠手来缓解无聊和局促。这种不加掩饰的摸鱼状态，真的太接地气了。而这场直播最让我破防的，其实是弹幕里那些来自小城女孩的留言。很多女孩看完直接惊呼：“这不就是我加班3天没洗头，随便抓了抓就出门的样子吗？”这句话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软肋。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，明星的直播应该是灯光璀璨、妆发精致，连背景都打着柔光的。但王一博却顶着一头略显油腻和凌乱的泡面头，把最疲惫、最不加修饰的一面直接对到了镜头前。我特别理解这些小城女孩的破防。在北上广深或者2、3线城市里，有多少女孩每天挤着早高峰的地铁，为了赶项目加班到凌晨，回到家累得连卸妆的力气都没有，更别提洗头了。第二天只能靠一个发箍或者一顶帽子勉强遮住油头，继续去生活里冲锋陷阵。王一博的这个造型就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普通人生活里最真实、最狼狈，却也最坚韧的一面。在这一刻，明星和普通人实现了奇妙的平视，大家都是在生活里摸爬滚打，偶尔也会顾不上精致的赶路人。这种温柔的共情，比任何精修的映照都来得有力量。当然，这场几乎没有任何脚本束缚的直播，能引爆14亿的阅读量，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泡面头。据搜狐娱乐等媒体的报道，网友们像拿着放大镜一样，逐帧分析他在直播中提到的暴雨中攀岩、倒挂金钩等高难度实拍细节。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去挑战这种高风险、极度消耗体力的攀岩项目时，王一博只是轻轻一笑，摆了摆手说，有的时候就喜欢找苦吃，刺激自己。但话音刚落，他又立刻收起笑容，认真地补了一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猛地被触动了一下。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在追求松弛感，都在想方设法的避苦趋乐，但他却坦言自己喜欢找苦吃。这其实是一种对生命张力的极致渴望，是不甘于在舒适区里温水煮青蛙的野性。但更打动我的是他紧接着的那句注意安全。这种极致疯狂与绝对理智的反差，让人瞬间觉得他不仅是一个有冲劲的探索者，更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敬畏、有责任感的人。他不盲目崇尚苦难，但他愿意用苦难来打磨自己，这种清醒的自虐真的很迷人。而整场直播中，最让我觉得有人情味的是他聊起新爱好钓鱼时的状态。你能明显感觉到，一提到钓鱼，他整个人的状态都亮了起来，眼神里带着毫无掩饰的兴奋，像个献宝的孩子一样，认真描述自己和鱼斗智斗勇的过程。但最绝的是，当他钓到一条大三文鱼后，他居然选择了放生。没有炫耀战利品，没有占有，而是轻轻把它放回水中。星号这个细节，我反复回味了很久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，我们见惯了为了资源、番位、镜头争得头破血流，见惯了占有和掠夺。
但在大自然面前，在一条鱼面前，这个站在流量顶端的年轻人却展现出了极大的温柔和克制。他享受博弈的过程，但不执着于最终的占有。这种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的态度，其实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。原来，真正强大的人，不需要通过占有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原来，站在顶端的人，也会对一个小生命产生温柔的犹豫。这种不加修饰的善良，比任何人设都来得高级。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心理现象：为什么大家会突然对明星的邋遢时刻、翻车瞬间产生这么大的兴趣？甚至粉丝都在刷屏祈祷，把王一博的嘟嘴、抠手做成表情包疯狂传播。其实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大众对完美人设的集体审美疲劳。苦假面感久矣的我们，太需要一点毛边感了。我的感受是，在这个人人都追求精致修图，连朋友圈发张照片都要 P 图半小时的时代，那种360度无死角的完美，反而让人产生距离感和虚假感。我们潜意识里知道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那些毫无破绽的形象，往往是资本和团队精心包装出来的工业糖精。所以，当王一博展现出他头发油、会走神、会手忙脚乱的一面时，大家不是在看笑话，而是在看一个活人。粉丝发表情包，也不是调侃或抹黑，而是一种带着爱意的养成和接纳。就像热评第一说的那样，它让我们看到光鲜背后真实的喘息。我们爱的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，而是那个会疲惫、会分神，但依然努力向前发光的普通人。其实，仔细想想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经历过类似的时刻。加班到深夜，头发油到贴头皮，只能靠发箍勉强撑住状态，或者在生活的间隙里，疲惫地对着镜子叹气，却依然要洗把脸，装作一切正常的继续往前走。王一博的这场直播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出口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我特别想说的是，粉丝和网友对这种不完美的包容，其实是当代人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。我们在拥抱王一博的泡面头时，其实也是在拥抱那个偶尔糟糕、偶尔狼狈，但从未放弃努力的自己。我们用轻松、调侃的方式去消解生活里的疲惫和焦虑。这种双向奔赴的共情，是这场直播带给我们的最大惊喜。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，在这个高速运转、内卷加剧的时代，我们似乎被裹挟着不断向前，不敢停下，也不敢出错。我们被要求时刻保持精致，时刻保持情绪稳定，时刻保持在线。但王一博用一场超时的、顶着泡面头的直播告诉我们，没关系的，偶尔邋遢一点也没关系，偶尔走神抠手也没关系。星号，我最大的感悟是，我们或许更需要学会的，就是接纳那些不够完美的瞬间。允许自己有一天不洗头，允许自己在老板讲话时大脑放空，允许自己钓到鱼后又把它放回水里。因为真正能够穿过时间留下来的，从来不是被滤镜修饰过的千篇一律的完美假面，而是那些真实、鲜活、带着生活毛边和温度的生命状态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加班到凌晨，看着镜子里自己凌乱的头发和疲惫的黑眼圈时，别急着焦虑，不妨学王一博，在心里给自己比个耶，告诉自己，看，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。然后，顶着你那可爱的泡面头，继续去拥抱这个不完美，但却依然值得我们热气腾腾去生活世界吧。